原来那年救我的人一直都是师父。混蛋！你怎么连哥哥也是你啊？师父，哥哥，居然全都是你，我还有什么脸面对师父？斩仙路，挡黑暗，救女帝，护下界。萧凡到底还背了多少罪？我曾骂他魔头，咒他不得好死，我真是该死啊！萧凡之功，当立万世碑，应该永远被后人铭记。不好，后天就要升华天道了，萧凡的神魂就要彻底消散于天地间。师父，当年的罪，雪儿愿生生世世弥补你。你不要死啊，好不好？若萧凡是你，太阴纵是化魔沉沦，又有何妨？我不信，若天要杀萧凡，我便逆天。我以真龙之名起誓，永生永世追随萧凡。我这一生只为夫君一人而活，若夫君身死，我要这天下有何后天竞赛，回溯世界。诸位，我们新世界见。幽冥魔帝竟然在给众位女帝传功！昔日为师助尔等成帝，今日大厦将倾，愿挽天清者，请起身。谢来！极光风铃锁，红莲结印。连你们也等不及了吗？萧凡，斩断仙路，只为私欲，致世人永遁凡尘，乃北斗星域万古罪人。今日当诛！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北冥女帝出手了，她是想救萧凡，本地闭关300载，今日出关，只为一试史诗。什么？北冥女帝竟也是幽冥魔帝的弟子？你潜入我冷家，杀我父母，夺我基业，在假惺惺收我为徒，我300年枕戈待旦，日夜所念，便是今日。天道悠远，因果无常。昔日种种，非你所知，非我所知，亦非天知。萧凡，当年我从雪地里将你捡回来，替你缝衣煎药，你呢？转头便屠我全村175口。孰真孰假，孰是孰非，天道无言，世间亦无解。你说因果无常，好，那今日便是你的果。想死？没这么容易！这不可能，这7位女帝全是他徒弟。杀我夫君，弑我亲父，窃据天庭。萧凡，你欠本帝的，纵死万次都还不清。萧凡，你以为封了五感，本帝就拿你没办法了？混沌神器，昊天镜。既然你不说，本帝便抽你神魂，搜你记忆，让世人看看你这恶贯满盈的一生。娘，
那我能不能也求老天爷，让外头那些小孩都能吃饱饭？傻孩子，等祈完福回来，娘就让管家支粥棚，替你了这桩心愿。娘亲最好了，那我也替娘求一个，求老天爷让娘永远都这么好看，再求咱们一家人永远都不分开。幽冥魔帝，幼年竟是这等心性。沽名钓誉，他若真心向善，我父母岂会惨死？冷家基业岂会被他生吞？北冥啊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一点都没变。我没变，变的是你。当年你处心积虑接近我，这才有了这一切。我们的师徒情分，从一开始就是个笑话。等等，昊天境里那个人，萧伯母，小人冷风是来投亲的。你是？萧伯母，这封家书麻烦您交给萧伯父过目，便能证明小人身份。看着倒像个可怜人，先安顿在府上，等老爷回来再说。瞧他那副目光，笑得阴恻恻的，一看就不是个好人。萧家收留他，怕是引狼入室。可不是，这人进了萧家，只怕图谋不轨啊！爹爹，冷风居然是北冥女帝之父！没想到北冥女帝居然还有这么一个父亲。你看他虎口老茧，臂膀粗壮，哪有半点话里是逃难人的样子？放肆！萧凡，听见他们这样说我爹，你心里是不是很得意？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影，如露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北冥何苦执着过去？萧凡，你也配说这话？杀父弑母之仇，抽筋拔髓之痛，我永生永世无法忘怀。萧凡，我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你！杀他岂非太过容易？至亲至爱，举许动念，这其中的波夫之痛、摧骨之痛，他又岂能体会万分之一？倒还有脸做此卑鄙之态！当年屠我天火皇朝，血洗宫阙，不都是你？万般有罪，皆在你一人，其恶行罄竹难书。就你也配称一句师傅？肃静！昊天境既已搜魂至此，本帝倒要看看我们这位好师傅究竟还藏着多少见不得人的肮脏事。小侄冷风拜见萧伯父。想当年我与你父乃生死之交，情同手足，不想你如今却遭逢大难。罢了，我意欲收你为义子，往后萧家便是你的家，你可愿意？孩儿冷风拜见义父义母。凡儿，快来见过你大哥。大哥，凡弟，往后谁敢欺负你，你只管来找大哥。好一个凡弟呀，好一声大哥啊！我父亲待你如亲弟，却杀死我父，萧凡，罪该万死！萧凡，罪该万死！太医，你也要拦我！你现在杀了他，只会让他死个痛快。我要全天下的都亲眼看清楚他犯下的每一桩罪孽，看清他人皮下的畜生心肠。义母，义父醉了。你义父交给我便是，你也早些回去歇着。义母，还是让我来吧。深夜入义母房中，冷风此举怕是不妥。何止是不妥？要我说，这不就是一个妥妥的淫魂吗？还是喜欢的那种。够了！你们不过看了几幅画面，便要替我父亲定罪。我与父亲朝夕相处10数年，冷风敬萧凡父亲如亲父，待萧凡如亲弟，这些难道都是假的吗？今天你也有点醉了，早点回去歇息吧。醉？不如你陪我再饮2杯，试试我究竟醉没醉。冷风，
你今天就算叫破喉咙也不行。我早就命人在今晚府里的饭菜里下了迷药，我等这一天可等太久了。畜生，你在做什么？老东西，这个时候突然醒来，知道有点麻烦了。冷风，我一直把你当做亲儿子看待，你这样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吗？亲生儿子，去死吧，老东西！这怎么可能？如果说冷风杀了萧凡的亲爹，这样一来，萧凡杀了冷风，倒也情有可原。就算我父亲死有余辜，但是你们可别忘了，萧凡乃是幽冥魔尊，他难道又是什么好人吗？老家伙，实话告诉你吧，老子根本就不是冷风，真正的冷风早就被我宰了。老子其实就是个江洋大盗。我萧家待你不薄，你却如此恩将仇报，畜生，不得好死！娘！爹！就凭你这个小兔崽子，也敢拦我？凡儿，快跑，跑得越远越好！娘，孩儿不走。傻孩子，娘说过，只求你平平安安长大。快跑，替娘，替爹，一起活下去。后娘们儿，找死！凡儿，活下去，带着爹娘的希望活下去。娘只求我的凡儿平平安安的长大，儿子只求咱们一家人永远永远都不分开。这小鬼跑得倒快，不过一个小崽子，谅他也翻不起什么风浪。不信，我不信。倒是可惜，冷风那一刀若是劈中，当年就杀了萧凡，也不会有后来为祸苍生的幽冥魔帝。萧凡，你爹你娘都替你死了，你怎么还不去死啊？爹娘，孩儿不孝。爹不在了，娘不在，再也没有人疼我、惜我、爱我了。为什么我至亲至爱之人，为什么都要离我而去？这个冷风真他娘的不是个东西，说他是畜生，都侮辱了畜生。若是落入老子手里，老子就算用灵石，也要把他活活砸死。道友，算我一份。这个狗娘养的畜生，不把他活剐了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我不信，假的，这一定都是假的。不知死活，昊天境乃是混沌神器，即便仙人都无法伤其分毫，又岂是你能够撼动的？我不信，假的，这一定都是假的。北冥，当年的事情，我不怨你。是我父亲罪有应得，可你呢，萧凡？你刻意接近我，祸及冷家满门，害死我娘！我母亲何其无辜，她又做错了什么？
这北冥女帝当真不讲道理，换冷风这么对我，我不把他家坟头骨灰给扬了，那都算好喽。这冷风简直和萧凡一样该死！若非今日他种下的因，又何来我们日后的果？萧凡不是好东西，冷风更不是东西。北冥摊上这么个爹，你有什么脸和我们并称7大女帝？就算我父亲再不堪，但他如今也已经死了。你们对待已死之人，难道连最起码的体面都不肯留？笑话！给一个畜生留体面，谁来给我死去的夫君和父亲留体面？若非你那个好父亲，萧凡何至于走上这条路？说到底，我们所有人的惨剧根源就在冷风身上。冷风作恶是因，萧凡入魔是果。北冥，你父亲欠下的债，你打算怎么还？我父亲的账，我父亲已经拿命还了。你们要算，那就冲萧凡去算啊！萧凡自然要算，但北冥没有冷风，就没有今日的幽冥魔帝。这账你撇不干净。哎，你们看，镜中的这个小女孩是不是北冥女帝？小兔崽子，竟敢戏弄老子！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！兄弟们，给我逮住他！住手！小子，敢管老子的闲事儿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！疼！还不快滚！师傅，徒儿惹得你好苦呀！我不是你师父，你认错人了。我绝对不会认错的，你这么厉害，你就是我师傅。师傅，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你刻意接近我，祸及冷家满门，害死我娘！我母亲何其无辜，她又做错了什么？这北冥女帝还说是萧凡故意接近她，这如今看来是她故意赖上萧凡啊！就算如此，可我母亲死在他手里，这是事实。若不是哥哥，这世上就不会有北冥女帝。一个7岁孩童的童言童语，也值得大惊小怪。萧凡心机深沉，他若想接近冷家，何愁寻不到由头？真正要紧的是他踏进冷家大门之后，究竟做了什么？踏进我冷家，他踏进冷家的每一步，都是冲着我冷家满门来的。我本就命不久矣，不必你出手，我也活不了多久。死？我只怕你死得太痛快，连我当年挖心之痛的1/10都体会不到。师傅，你看，这就是我家，大不大？以后你就住这儿好不好？我欲收你为义子，以后你就跟在我身边处理商铺事宜。将来我萧家的产业也需要一个继承人。义父，孩儿从未想过要争夺萧家的产业。雪儿，你的全名叫什么？我叫冷若雪呀。师傅你呢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冷若雪，也姓冷。这么多年，唯一给过我一点温暖的人，竟是仇人之女，何其可笑！师傅，你怎么走了？你还没答应来雪儿家住呢，你还没告诉雪儿你叫什么？师傅，你别走啊！师傅，你别走。雪儿，不得无礼！爹爹，又偷跑出去，雪儿，你下回再这样，爹可真要罚你了。知道啦，爹爹。倒是没想到，这冷风之前人面兽心，不是个东西，但是对待自己的妻女倒是不赖。
我父亲对我如何，轮不到你们来评头论足。你们不如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萧凡潜入我冷家后，究竟要做什么？爹爹，刚刚就是我师父救了我，我师父可厉害了，手上还能散发劲气呢。多谢先生救我小女，冷某无以为报。先生若不嫌弃，日后便安心住在府中吧。北冥女帝，萧凡不是潜入你冷家吗？这冷府大门分明是你爹亲自请开的啊！哈哈哈哈！先生是不好意思啊，来人，快给先生在府里安排最好的厢房。谁若怠慢了先生，我唯他是问。太好了，师傅要住在我家了！师傅，咱们以后天天一起练武，雪儿好开心呀！明明报仇近在咫尺，可我却因为这个孩子迟迟下不了手。若是报仇，势必辜负雪儿；可是若是放弃，我又有何颜面面对父母？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我不能不报。可我不希望雪儿今后都活在仇恨中，更不愿她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个败类。既然如此，一切罪孽由我来背就是。没想到这萧凡心中竟也藏着那么多的苦楚。哥哥，我该怎么办？你教会了我绝世神通，却没有教过我辨别人心。哥哥，我到底该怎么做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做的孽还不够多吗？如今竟然还敢将主意打到雪儿师傅的头上！静儿，你只需在他饭中下一包软筋散，拿到他的炼气心法即可。若是不从，雪儿往后是死是活，可就由不得你了。这么看来，这冷风夫妻好像也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恩爱啊。这冷风当真不是个东西，虎毒还不食子呢。如今看来，可连亲生女儿的命都拿来当筹码，禽兽不如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是真的！一定是萧凡篡改了记忆，神鞭下，无所遁形。萧凡，文心练魄之徒，我看你如何忍受！假的，都是假的！萧凡，你开口啊！你告诉我，你记忆里这一切都是假的！北冥，别哭。虚伪！你以为这种话就能动摇我？昊天境乃天庭至宝，在他的照耀下，萧凡的记忆根本不可能作假。北冥，你气急攻神，冲昏头了吧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先生，暑热难耐，府里已备了1碗酸梅汤，先生不若喝了，解解身上的暑气吧。好。这夫人，你可是给了为父一个好大的惊喜。夫君说笑了，这不正是夫君想让我做的吗？有此贤妻，夫复何求？为父从来不后悔当年在知府府上强迫了夫人，要不然也不会有如今这般不羡鸳鸯不羡仙的日子了。就是不知道夫人的滋味比起当年在知府假山如何。趁着如今这个好日子，为父倒要品鉴一二。什么？强迫？冷风这畜生，禽兽不如，这种货色也配叫人？不，这不可能！爹爹娘亲怎么会这样？他们明明那么恩爱。贱人！贱人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的父亲是这样的畜生？先生，雪儿，拜托你了，求求你不要告诉雪儿。你放心，我答应，我会照顾好雪儿的。死娘们儿，自到临头还要多嘴！
直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？北冥，当年的那些事，我早就不记得。你怎么会不记得？你怎么能不记得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不是说了吗？你有难处，那你告诉我，你是哑巴吗？别哭了，当年就算我说了，你也不会相信。我的亲生父亲是个禽兽，我的母亲被父亲杀死，我这么多年苦苦修行，却恨错了人。萧凡，你让我怎么不哭？北冥，我虽然恨萧凡，但论起资格，也得是我恨萧凡。你一个畜生之女，根本不配。是啊，我不配，我根本就是一个罪人。什么北冥女帝，就是一个笑话。我还当萧凡有多对不起你，北冥，你心中就没有半点羞愧吗？今日你认真看戏，前通天然不了。萧凡，求求你，杀了我，给我一个痛快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你的事情结束了，我们的恩怨还没结清。先生救我！这一切都是夏静这个毒妇的阴谋。只要先生救我，我愿意把冷家一切家产都分给先生。冷风，你知道我是谁？你是萧凡，6年前从你刀下侥幸逃走的萧家萧凡。凡弟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哥哥想的你好苦啊！你还记得小时候哥哥给你买糖葫芦吗？不用在我面前演戏了，今时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爹，师傅，你们在做什么？你怎么流了那么多的血？雪儿，快跑！你师父已经杀死了你母亲了，马上就要杀死爹爹了！你快跑！记住，以后一定要为爹娘报仇！娘！萧凡，就算我死了，雪儿也会恨你一辈子。萧凡，你杀了我爹娘，我冷若雪此生此世与你不共戴天。雪儿，如果恨我能让你心中的爹娘永远和以前一样，那就恨我吧。你口口声声说萧凡不曾告诉你，但现在看来是你根本没有给他机会。师父，昔日的错，今日我便以死赎罪。昔日种种皆是我错，今日我便以死赎罪。想死？你这条命都是萧凡给的，没有他点头，你连自尽的资格都没有。师父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你看我一眼，哪怕一眼也好。北冥，你这又是何苦？北冥女帝竟然自断经脉，废了自己一身修为。莫非这些年我们都误会她了？误会？笑话！北冥之事，不过他自己愚蠢。难道萧凡杀我夫君，是我亲父窃去天庭，也能是假的不成？还有我，当年我救他一命，为他缝衣煎药，结果他屠我全村，谋我太阴神体，如此忘恩负义之徒，也配洗脱罪名？且慢，老夫倒觉得此事恐怕也另有隐情。他是听人蒙骗，我是亲眼所见。秦天天，你拿他与我相比，是在羞辱本帝吗？耳听未必为真，眼见未必为实，是真是假，继续看昊天镜便知。本帝倒不信，这种荒唐反转还能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发生。等等，镜中的少女好像是太阴女帝。当初练功留下的毒又发作了，我如今怕是活不了多久了。呀，世上竟有这样俊俏的郎君，要是他能当我相公就好了。没想到啊，太阴女帝年轻时竟也是这般花痴。这还没救人呢，
就先惦记着当相公了。都给本帝闭嘴！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有什么好看的？直接切到回村之后。装什么清高，分明自己先动的心，还假矜持，真不要脸！既然你急着看，本帝便成全你。伤口这样重，不处理会死人的。雅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男女授受不亲，你怎能随便替外男宽衣？爹，医者眼中只有伤者，没有男女。什么医者眼中不分男女？我看啊，分明是咱们家闺女看上人家了。娘，你胡说什么？此人来路不明，又伤得这样重，多半惹了大祸。雅儿，他可不是良配。可他快死了，女儿总不能见死不救。弟兄们，前面就是村子，挨家挨户搜，值钱的、漂亮的，一个都别放过。都给老子滚出来！谁会解毒？老子兄弟被毒蛇咬了，再拖下去就没命了。大王，雅仙懂些草药。小娘子，原来你还生得这般水灵，赶紧的，快给老子治伤！大哥，这小娘子要是治不好，俺也去给你抢回山寨。说得对，若你治不好我兄弟的蛇毒，老子便把你绑回去当压寨夫人。我尽力一试。小娘子，别想着耍花样。这蛇毒诡异，我从未见过。乌林赤木，复生双纹，这是阴火现蛇，蛇毒入血极快，却也不是无解。你认得？取青藤草、地骨根，再以寒泉水煎服，可缓其毒。你怎么懂这么多？不如我拜你为师吧。雪儿，师父，我那样对你，你却还记着我。雪儿，原来那时他看着我，想的竟是冷若雪。萧凡，你当年收我为徒，究竟是怜我，还是把我当成旁人的影子？师父不过唤我名讳，你凭什么说他羞辱？他给我羞辱，又亲手碾碎，让我敬他如师，又让我亲眼看见温家血流成河。冷若雪，你有什么资格替他说话？这种人便是千刀万剐，也不足赎其罪。老夫不信，先前北冥之事，众人也是这般一口咬定萧凡有罪，结果如何？还有什么不信的？事实就在眼前。好，那你们就睁大眼睛看清楚。你既懂药理，又这么厉害，不如收我为徒吧。不行，我不能做你的师父。哼！你怎么了？咽不下去。这可是太阴女帝的初吻，幽冥魔帝该不会是装晕的吧？你还要不要脸？竟做出这种事！若不是萧凡昏死过去，我岂会失了初吻？都怪萧凡，若非如此，我的初吻本该留给哥哥。当初之事，我并不知情。若早知你为了喂药会做到这一步，我便……住口！萧凡，今日不将你千刀万剐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且慢！太阴女帝，事情尚未明了，何必急着定罪？这些儿女情长暂且接过，继续看下去便是。玄霄，你何苦也来凑这个热闹？看来今日你们是铁了心要护着萧凡吗？好，那本帝便让你们心服口服。我怎么想啊？我不是毒发失明，气息将绝了吗？当然是本姑娘妙手回春，把你救回来了。只是你体内旧毒未清，还得慢慢调养。多谢。谢什么？我还要谢你呢。
若不是你点出那毒蛇来历，我也配不出解药。我爹已经把药给那些马匪送去了，想来他们解了毒，也该离开村子了。你说来的是马匪？是啊，怎么了？马匪若讲信用，便不叫马匪了。小娘子医术不错，正好跟老子回山寨当个压寨夫人。大王，药已经给你们了，求你放过我女儿吧。她还是个孩子，你们别碰我爹娘。放心，等你跟了老子，你爹娘自然也算老子的岳父岳母。笑够了吗？太医女帝，此事是否有些偏颇？萧凡方才毕竟救了你，是他救过我又如何？难道救我一次便能抵消他后来犯下的罪孽？太医，你该不会是怕了吧？怕承认自己也曾误会过他？冷若雪，你少在这里装清醒！萧凡救他是真，他不道歉也是真，这倒有些说不过去了。可萧凡后来的确作恶无数，谁知道这救命之恩是不是别有所图？又来了！只要是萧凡做的好事，你们便说他另有所图。好一个救命之恩！冷若雪，你说我恩将仇报，那我问你，萧凡当年被我所救是真是假？我再问你，他伤好之后转头屠我父母，杀我全村176口，是真是假？是啊，这萧凡怎么这样啊？难道说他是故意的？我去，这萧凡也太狠了吧！太医，闭嘴！我对你一腔真心，视你为师，敬你如命。可你呢？你故意收我为徒，掠夺我太阴神体，只为修你那无情大道，这又是真是假？可昊天镜还未照完，你怎知？怎么不继续说了？你若说不出，便闭上嘴，给我好好看清楚。都退下！今日之事，不许外传。母亲，雅儿，退下，退下！哎，雅儿，听话，先出去。你是修行者，我是。你倒不骗我。夫人既已看出，骗与不骗，并无分别。萧凡，今日你救我温家，我记你大恩。可我只有雅儿一个女儿，她心思浅，看不懂你这样的人。你救她，她便念你；你对她好一分，她便能记一辈子。所以，麻烦你断了我家姑娘对你的念想。这温夫人是在赶萧凡吗？救命恩人还站在屋里，他居然先想着断女儿念想。我明白。我年轻时也出身修行家族，只可惜后来家族被仇敌所灭，满门尽死，只剩我一人侥幸活了下来。所以我比谁都清楚，修行路刀光剑影，恩怨血仇，一步踏错便是万劫不复。你身中剧毒，又是修行之人，注定和雅儿不同。她性子单纯，受不得那样的风浪。我实在不愿她和你走在一起。伯母，我明白。你既双目失明，如今恐怕也无处可去。既如此，便安心在温家住下吧。多谢伯母收留。原来如此，萧凡后来改了主意收徒，莫不是因为温夫人这一番话？倒也说得通。萧凡这种人，嘴上不说，心里未必没记住。就算他救过我，就算他收我为徒，甚至就算他曾有一颗真心，那又如何？这些铁链总不是假的吧？我被关了3年零2个月，日日不见天光，夜夜听他在门外说要借我太阴之力疗伤。萧凡，前面的恩你可以说是善，前面的情你可以说是误，那这3年囚禁你又要如何狡辩？不错，萧凡此人最善蛊惑，断不可被他轻易欺骗。我无罪。好一个无罪！那本帝便让天下人看看，你这句无罪究竟能撑到什么时候？够了！再打下去他就真死了！
钱通天，你敢插手审判？他的债还没还清。住手！谁都不能伤害他。冷若许，你护得了他一时，护不了他一世。我会让你亲眼见证，他到底有多该死。公子，温姑娘，公子，你以后还走吗？以我现在的样子，恐怕哪里也去不了。真的？温姑娘，前些日子你说要拜我为师，此话可还算数？拜师？我若说我不愿意呢？我与温姑娘非亲非故，若不收你为徒，我又有何面目赖在温家不走？所以你收我为徒，是因为这个？好，弟子温雅贤拜见师父。起来吧。师父，若有一日我修行到比你还高的境界，我能治好你体内的毒吗？师父，你别骗我，我想听真话。能。若你的修为真能高深至此，驱除我体内剧毒，不过轻而易举之事。那我一定会做到。修行之路远比你想的苦。我不怕苦，不管有多难，我都一定要治好师父。好，原来太乙女帝当年踏上修行路，竟是为了救治萧凡，可笑！这一片真心待他，萧凡后来却屠他父母，灭他全村。如此看来，萧凡岂止是不地道，真是狼心狗肺！萧凡有罪，真该死啊！176口血债，本帝誓死难忘。3年0两月的囚禁，本帝永不原谅。说得好，萧凡此人最擅长的便是先施小恩，再屠人亘古血脉。他若真无罪，何必囚你3年？何必夺你太阴神体？可昊天镜还没照到最后，你们怎知？通天楼主，北冥，且看下去吧。怎么，连你们也觉得无话可说了？屏息凝神，引药入骨，不可分心。师父，这药好疼啊！炼体本就如此，若撑不住，便喊停。不，我撑得住。那便继续。你怎么了？师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雅儿，你说清楚。师父，你快进来看，我的身体在散发一股幽蓝色的光。幽蓝色的光，只是普通炼体，怎么会引出幽蓝灵光？师父，不对。雅儿，好冷！师父救我！师父救我！师父，冷，我好冷。师父，你不许看！这太乙女帝当年和萧凡，竟也有这般亲近的时候。闭嘴！不过是当年年少无知，有什么好议论的？可他身上的幽蓝光华又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看起来不像是神体觉醒？萧公子，方才那股幽蓝异象，你可看出了什么？若我没看错，雅贤体内觉醒的不是寻常寒脉，倒像是一种特殊体质。果然，实不相瞒，我温家先祖之中曾出过一位太阴神体，可那位先祖后来入魔失控，自那之后，后辈之中便偶有太阴魔体觉醒。太阴魔体，此体出醒时，
能疗伤，能复苏草木，看似是救人神通，但实则却身负可怕魔性。且他最可怕之处，便是不能让宿主知晓。一旦他知道自己身负魔体，那股魔性便会蛊惑心神，最终反客为主。萧公子就当为了雅儿，从今往后还请公子不要再教雅儿任何修行之法，她这一生做个凡人便好。好，自今日起，我不再教她半分修行。真的假的？怎么会这样？太阴仙子，原来所谓的太阴仙子，居然是太阴魔体！这么看，当年之事只怕另有隐情。我就说师父不可能平白无故谋夺什么太阴神体，说不定师父后来堕入魔道，都和你有关系。不可能！当年萧凡性情大变，将我囚禁3年之久。他亲口说过我是太阴神体，可助他疗伤，助他惊现修为。萧凡，定是你有所隐瞒。太阴，当年的事谁都不愿看到，你不必再追问。昊天镜乃天庭至宝，真相如何，镜中自会显现，何必做这等无用功？好，那便继续看下去。我要亲眼看清，他到底是救我还是害我。师父，你为什么不许我修行？不准便是不准。可是，如果我不能修行，师父身上的毒怎么办？你不是说过，只要我修为够高，就能治好你吗？而且，方才那幽蓝色的光，我觉得很舒服。师父，会不会是你们认错了？雅仙，你体质特殊，若你继续修行，根本活不到治好我的那一天。好吧，师父不让我修炼，那我便不修炼了。不修就不修，反正我还会医术，修不了仙，我也能治病救人。呀，小家伙，你受伤了。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这是……我能治好他。说起来，太阴女帝自从在修仙界崭露头角以来，悬壶济世，救人无数，似乎从未显露过半分魔性。如此看来，萧凡当年不让她修行，怕不是另有所图。继续看下去，本帝倒看看萧凡还能隐瞒到几时。师父，你猜猜我是谁？雅儿，别调皮。哎呀，一点都不好玩，师父每次都能猜出来。有什么事情这么好笑？我脸上有东西。师父，你难道没有发现你能看见我了吗？能看见了。雅儿，你是不是又偷偷修炼了？师父，我没有修炼那些功法，我只是救了一只受伤的小松鼠。师父，你一定是记错了，我修炼根本不会害人。你看，我现在不是好端端的吗？太阴女帝真心救他，萧凡居然还屠了温家村，夺他神体，简直恩将仇报。原来我那时真的那么信。萧凡，你所谓的保护，不过是把我养成一座供你疗伤的火鼎，此仇不报，我温雅贤誓不为人。雅儿，闭嘴！我不想再听你叫我的名字。太阴，住手！萧凡，你也会痛吗？当年我全村176口死在你手里时，他们痛不痛？太阴，别把人弄死了！本帝的仇还没轮到你替我了结，留他一口气，本帝还要问出我夫君魂魄的下落。萧凡，今日昊天镜中之事一了，我必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雅儿，你身上的血气从何而来？哦，今天采药时，
碰见一只受伤的小鹿，我替它包扎，不小心蹭上的。原来如此。最近雅儿总说遇见受伤的鸟雀、松鼠、小鹿，可这山上并无猛兽，哪来那么多受伤的动物？师傅，你看这株凝露草是不是你要的？雅儿，我有话。师傅，等我修炼得更厉害，是不是就能彻底治好你身上的毒？到时候你不用走，我也不用怕你哪天突然毒发，我们就一直住在这里，好不好？我采药，师傅教我识字练剑，等我再厉害些，就带师傅去看山外的海，去看天上的仙人。罢了，事情究竟如何，眼下还不能断定。等入夜后，我亲自去看一眼便知。血腥味，不像是野兽撕咬，倒像是被人故意带到这里。这里是……救他们，救更多，只要现出一点点生机，便能救所有人。这是那只小鹿，不好，这些说不定都是雅儿无意识中所为。我远远低估了太阴魔体的厉害，必须赶回去。再晚一步，只怕整个村子都要出事。雅儿，不可能，我记忆里从来没有这一段，这怎么可能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我早说过，师父绝不会无缘无故害你。狡辩？昊天镜照到的只是几具兽尸，不是温家村血案。况且萧凡本就精通邪术，谁知道这所谓魔痕是不是他事后布下，用来污我清白？他这时候赶回村子，究竟是为了救人，还是为了杀人灭口？雅儿，别看下去了。闭嘴！萧凡，你有胆做出屠杀无辜的行径，难道没胆继续看吗？亲，你这种畜生，死不足惜！太阴，你这是强词夺理。若你真是魔体，那当年之事便未必是师父所为。冷若雪，你为了替他脱罪，连这种荒唐话都说得出口。太阴女帝绝不是什么魔体，当年老朽被妖兽重伤，命悬一线，正是太阴女帝途径出手救我一命。不错，太阴女帝不像寻常女帝那般高高在上，她对弱小修士也心怀怜悯，甚至亲手替我们疗伤。这样的人怎会是魔体？幽冥魔帝萧凡无恶不作，他才敢人人喊打。冷若雪，别以为你误会过他，天下人就都误会了他。父爷，父爷，事情是真是假，尚未可知。单凭一段诡异画面便定他为魔，确实有失偏颇。哼，本帝虽与那英不和，却也知道他救过的人比你冷若雪见过的人都多。你们不对，都看昊天镜，事情有变。雅仙，你醒醒啊！雅儿，我是爹呀，你看看爹。雅儿别怕，能在这里救他们，只要现出生机，就能救更多人。住手！伯父，伯母。小凡，伯母，我来晚了，是我没看好雅仙。别让雅儿知道，她会疯的。可是，求你，让她以为她还是那个救人的孩子。好，雅儿，这桩罪孽，我替你来背。假的，这所有一切都是假的！我就说不是师父所为。太阴女帝，你睁大眼睛看清楚了，是你自己杀了父母，屠了村民。这下真相大白，你还有什么脸再污蔑我师父？事情未必就此结束了。萧凡后来性情大变，堕入魔道，说不定便是从此时开始。想知道萧凡堕魔是否与太阴魔体有关，那便继续看下去。萧凡，
就算如此，就算你在太阴之事上另有隐情，可你屠戮我天火皇朝，害我父皇兄长惨死，如此血海深仇，本帝不会忘却。师父，我怎么了？师父，你今天怎么不对劲？娘，你们在哪儿？娘！不用喊了，他们已经死了。娘，为什么？师父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们救过你，他们把你当成家人，你为什么要杀他们？为了你的太阴神体。什么？你的体质能疗伤，也能助我突破修为。温州村不过都是凡人，176口性命换一个太阴神体，这笔买卖值得。不可能！你不是我师父，你不是！小凡，我恨你，我永生永世的恨你！恨他，杀了他。总算肯出来了吗？离开雅西的身体。凭什么？他本就是我的宿主，他越恨越痛，我便越强。若你不走，我便永远囚禁他，让他此生不得再修半分道法。我还会亲手掠夺他体内的太阴之力，让你无根可依，无力可施。萧凡，你舍得吗？你可以拭目以待。好啊，那本座便看着你如何亲手毁了他。滚！我不想看到你！我不会让你死，你的太阴之力还要留着替我疗伤。小凡，我一定会杀了你！那也要你先活下去。瑶儿，对不起。师父，都怪你！若不是你那该死的魔性，师父何至于逼自己变成这副模样？原来萧凡那些恶行，竟是为了逼出魔性。他明明是在救他，却要让他恨自己一辈子。师父，你醒醒，你看我一眼好不好？太阴，你这是在透支寿元！我欠他的，我还不起。师父，求你看雅儿一眼。他这是要献祭自己。师父，这一次就换雅儿救你。怎么会？为什么会这样？诛仙阵吞噬魂魄，锁天凤地。只要他还在阵中，纵使献尽寿元，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形神俱灭。萧凡昔年为太阴女帝背尽恶名，舍命相护，如今他竟连为萧凡都不敢闯阵。师父已经为你付出那么多，你却这般薄情寡义，蛇蝎心肠。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太阴女帝这是疯了吗？北冥女帝重伤未愈，今日怕是要死在这里了。够了！你们两个当本帝是傻子吗？哼！你们俩一唱一和，不就是想联手救出萧凡吗？痴心妄想！九霄镇神印，赤莲焚天。北冥，如今情况不利，为今之计只能先疗伤，恢复你的修为。想要救师父，光靠我一人根本不可能。你心心念念护着的两个徒儿，现在一个逃了，一个走了。萧凡，你也有今天。快了，灵儿，我这一生也快结束了。萧凡，你到现在还想卖弄可怜吗？你肯定不记得，当年我连命都愿意给你，可你呢？萧凡，我爱过你，在以前，
这世上不会有人比我更爱你。乖乖，这天火女帝和萧凡之间居然也有旧情藕断丝连。天火，别忘了今日是来诛杀萧凡这个魔头，不是让你儿女情长动摇杀心。瑶池，你不必多言，无论是他当初的罪，还是我旧日的情，今日都该有个了断。萧凡，等我脱身，修炼有成，我定要你血债血偿。雅儿，只要你能活下去，就算恨我也无妨。你为他舍命，替他背罪，到头来他却弃你而去。哈哈哈！萧凡与我融合吧，夺天地伟力，将所有不义之人统统踩在脚下。魔头，你说的好听，你不过是想借我之身重临人世，为祸人间，你也配蛊惑我？妄想！萧凡，你要去哪儿？我本一介布衣，此身沾尽风雪，只愿归去，做一凡人，了此残生，从此不问世事。哎，你们瞧，这个身影是不是有点像天火女帝？像。前面几桩女帝和萧凡的旧事都另有隐情，我倒是觉得天火和萧凡的陈年旧事多半也没表面那般简单。放肆！火煞军在此，谁敢非议王姐？王姐，萧凡为夺天火至宝，焚毁皇庭，害我天火国昔日血流成河，此等大仇，你今日切不可心软。这是天火仙朝的火煞军，这可是传说中天火皇朝最凶名赫赫的铁血军，传闻大军结阵，甚至可焚山逐海。萧凡，亏我当年视你如手足，亏我父皇替你镇压魔念，可你却恩将仇报，害死父皇，险些令天火国覆灭。皇帝，你放心吧，等昊天镜照进前尘，本帝自会亲手斩断萧凡这满身罪孽，让他再无机会祸乱人间。姑娘身患重伤，心中沮丧在所难免。只是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姑娘再不吃饭，怕是连撅嘴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大胆！我堂堂天火国公主，岂容你调侃？你个登徒子！我不过好心救人，姑娘却说我是登徒子。罢了罢了，以后我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为好。那个，是我不对，你别生气，好不好？喂，本公主都道歉了，你还想……算了，我跟你一个小丫头计较什么？公主殿下，吃饭吧，再不吃，你连骂人的力气都没了。是个登徒子，就会花言巧语。呸！真难喝。乡野粗人的东西，自然比不上公主吃的。公主又如何？还不是被人打伤了。不过，本公主迟早找回这个场子。登徒子，你说对不对？是，公主殿下。登徒子不许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。看着天火女帝的样子，明明就是看上萧凡了啊！谁再敢胡言乱语，诋毁王姐，本王便将他焚烧至形神俱灭。不过一些哄骗少女的花言巧语，骗得了曾经的我，却骗不了现在的我。他的罪孽，你们看下去便能知晓。你就是萧凡？此人我记得是曾经天火国的禁军统领，他亲自现身，莫非是来带公主回朝？严叔，你怎么来了？公主失踪多日，陛下忧心至极，特让末将率禁军寻您回朝。可是我还有一个人。公主，此人身份不明，还是莫要多生事端为好。前辈顾虑的是，正所谓天下无不散之宴席，萧凡只愿公主此去，仙途长青，平安顺遂。哦，是吗？承你吉言，这些日子多谢你照顾我。不知为何，总觉得有点不对劲。萧凡不过举手之劳，公主不必挂怀。那可不行，救命之恩当然要涌泉相报。走你！萧凡，去报仇吧，去杀尽负心之人。你妄想，绝不会做出屠杀无辜之事。
萧凡，你疯了！就算不愿跟我回来，也不必把自己伤成这样啊！公主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是我体内的魔性意识在作乱罢了。登徒子，你别怕，我天火国刚好有至宝，可以驱除你体内的魔念。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走？事已至此，我还有第二个选择吗？当年是我违逆父皇，把你亲自带回皇城，借助天火为你驱除魔念。萧凡，我为你做到这一步，可你却把我天火一脉逼到绝路。可是女帝大人，从现在来看，萧凡宁可伤害自己，也没有伤人。或许天火国的事情并非全是萧凡之过。如何不是他？老夫亲眼见证，就是他入宫那一夜，陛下驾崩，天火暴走，皇城化作炼狱。臣恳请女帝陛下诛杀此老。如此理。我记得火皇曾经乃是一代雄主，若非天火暴走，甚至有希望突破圣人之境。萧凡是因为天火刻意接近女帝，所以才导致后来的惨案。萧凡，你就算死了，也无法赎清满身的罪孽。我天火皇朝万千亡魂，到死都不会放过你。够了，事情真相如何，静待昊天镜演化便是。如今就想盖棺定论，未免太早了。钱通天，我只等你亲眼看见皇城化作炼狱时，希望你还有脸替他说出这句话。父皇，儿臣想死你啦！你呀，还是这般没规矩。儿臣好不容易回来，父皇不心疼我，居然训儿臣。哼，我要生气了。灵儿，我听说同你一起回来的那个男子叫萧凡。是呀，父皇，若不是萧凡，儿臣早就死在外面了。父皇，他体内有魔性残念，真的很可怜。父皇，你不是有天火吗？我们帮帮他好不好吗？灵儿，你要知道，天火乃是我天火国至宝，传承万年，非地族血脉不得靠近半步。当年若不是我苦苦哀求父皇，萧凡根本不可能接近天火，更不会造成后来那场惨案。女帝陛下，萧凡罪大恶极，害死先帝，焚毁皇城，令我天火一脉血流成河。陛下，萧凡业障缠身，该受业火焚烧之刑，请陛下出手！请陛下出手！灵儿，萧凡，事到如今，你可有悔？我无悔。无悔？你害死先帝，毁我皇城，致使无数百姓罹难，竟还敢说无悔？王姐当年对你情深意重，为你违逆父皇，为你打开天火禁地，萧凡，你却如此回报他，你这个畜生，当真无心无肺！父皇，儿臣其实已经拜萧凡为师了。拜师？你堂堂天火公主，怎可拜一个炼气修士为师？可是父皇，若不是师父，儿臣早已死无葬身之地。如今他被魔念折磨，儿臣不能不救。父皇，若师父活不下去，那儿臣也不活了。唉，女大不中留啊！既如此，朕便给他一个机会。宣萧凡。草民萧凡，见过陛下。听灵儿说，小友身上有邪祟之物，需要借助天火驱除，可有此事？回禀陛下，确有此事。你既然救了朕女儿一命，那朕便破例借你一回至宝。草民多谢陛下。你且随朕来。若萧凡真有意偷盗天火，刚才就是最好的时机。可他非但没有动手，反倒立刻离开，这又作何解释？难道天火女帝真的是因爱生恨，所以才误会了萧凡？闭嘴！我亲眼看到父皇死了，皇城毁了，这些血债难道还能有假？父皇，女儿对不起你。
萧凡，我此生唯愿你形神俱灭，上穷碧落，下至黄泉，有生有世，不再与你相见。女帝陛下，先帝乃一代明主，却惨死于萧凡之手，老臣恳请女帝将他正法。萧凡，现在就是你的死期。萧凡还不能死，本地夫君下落还未查明，在昊天境演化结束之前，谁也不能让他神魂俱灭。是啊，天火女帝，昊天境尚未演化完毕，萧凡若真有罪，等你亲眼看到真相，再动手也不迟。老东西，既然你偏不信，那本帝便让你心服口服。待今日结束，杀了萧凡，我就去寻找哥哥。比起哥哥，萧凡算什么师傅？师傅，你怎么样了？身上魔念驱除了吗？现在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放心吧，我现在只觉得前所未有的好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多谢陛下借天火相救，此番大恩，萧凡铭记于心。萧凡，你可知，朕救你并非全无条件。陛下请讲。从今日起，朕要你留在皇城，以灵儿师傅的身份教他修行，护他周全。父皇，你全心全意为我，可女儿却为了一个男人害了你，害了天火国。父皇，女儿不孝啊！灵儿，火皇若在，也不愿看到你如此。闭嘴！你也配提我父皇？萧凡，你真以为本帝不敢杀你吗？我倒要看看你业障缠身，如何在业火下求生！怎么可能？这究竟怎么回事？红莲业火为何对萧凡根本不起作用？是啊，若萧凡真是罪孽滔天之辈，红莲业火灼烧业力，他怎会毫无反应？荒谬！本帝当年亲眼所见，难道还能作假？当年我天火国的血海深仇，岂容你们三言两语抹去？等等，你们看，火皇怎么吐血了？陛下，灵儿近日修行劳累，明日皇城举办庙会，我想带她出去走走。他自幼便最爱热闹，难得你这个师傅有心，去吧，记得多带几名禁军随行。多谢陛下。陛下，陛下体内灵力逆行，气血冲脉，这绝对不是无碍之障啊！无妨，朕只是想突破圣人境，所以最近修行上有些心急罢了。陛下，强迫境界最忌讳着急，陛下若强行借外力冲关，稍有不慎便会反噬自身。萧凡，你不知道，朕已经困在半圣之境太久了。朕若不能突破，天火国便永远只能是诸国口中的边陲小国。唯有突破圣人境，朕才可护住灵儿，保住皇城。陛下，天火虽可助力，却并不稳定。若以天火强行冲境，一旦暴动，恐怕会有大患。萧凡，不必多言。陛下，皇城万民皆系于您一身，还请您务必三思而行。退下！难道天火暴动并非萧凡偷盗天火，而是火皇借天火破境才导致的？住口！父皇一生为国为民，一定是萧凡，一定是他做了什么，才让父皇被天火反噬。天火女帝，如今看来，当年之事说不定另有隐情。萧凡，本帝暂且留你一口气，可若昊天境中证实是你害死我父皇，本帝定要让你在业火中日夜焚烧，永无轮回。师傅，快点啦，再慢下去唐人就卖完了。萧凡，萧凡，快随我入宫。严叔，这是出什么事了？灵儿，你先在这里等我，我去替陛下取一卷修行法旨，很快就回来。真的？师父何时骗鬼？那你快些回来，唐人我替你留一个。
陛下，快住手！已经晚了。朕原本想破圣人境护住天火国，没想到反而害了百姓。陛下，不要！给我站！小凡，灵儿还小，朕最后拜托你一件事，照顾好灵儿。朕知道，朕对不起灵儿，也对不起天火国百姓，朕是千古罪人。陛下不是罪人，陛下不过是想要护住天火国，只是天道弄人。陛下放心，今日之祸，若必须有人背负，便由我来。千万年后，史书骂我，万民恨我，灵儿怨我，我萧凡也无怨无悔。陛下，我答应你，只要我萧凡一日为师，我便护他一世。小凡，谁让你为了我牺牲自己的？我不允许！父皇，不破圣人境，当真就这么重要吗？重要到要冒这样的风险，牺牲皇城一半无辜百姓吗？甚至于要让萧凡背负这样的千古骂名！什么？父皇才是那场灾难的源头？何其可笑！我天火不过是一介罪人之后，只不过后来幸得哥哥教诲，才一步步成为女帝。可是现在，像我这样的罪人，又有什么资格成为天火仙朝的女帝？我该死啊！萧凡，我求求你说句话吧！你就算骂我也好，恨我们也好，我只求你别让王姐这样折磨自己。萧凡，是我错了，天火仙朝所有人都错怪你了。不是人，我罪该万死。但求你，求你救救王姐，求你给她一个活下去的念想。他命数已尽，只怕此时早就听不见外界声音。师父，灵儿错了，都是灵儿的错，都是灵儿错，是灵儿对不起你。灵儿不该不信你，不该恨你，不该一次又一次拿你替我父皇背下的罪来伤害你。师父，只要你肯原谅灵儿，灵儿愿永生永世受业火焚身之苦。天火女帝这是在以红莲业火惩罚自己，你这又是何必？师父，你还是不肯原谅我吗？师父之恩，灵儿永生难报。今日我于踏平诛仙阵，只为救师。师父已经替我们背负了太多，这一次换我们救他，哪怕以我寿元为祭，我也要撕开这座阵。好大的胆子！没有本帝允许，我看谁敢救他！王姐，我来助你！一群蝼蚁也敢逆天！这是最神秘莫测的龙族女帝！我的天哪，这就是龙族女帝吗？龙族女帝！你们想救萧凡，本帝同意了吗？萧凡，
你见本帝落泪，可是心中有愧。当年在化龙池中，你亲手将本帝视作弃子，弃我于万龙噬魂之地。此仇此恨，本帝纵死千百回，也不会忘记。龙族女帝，你若想要杀他，先过本帝这一关。螳臂当车，你不过凭借一虎，也敢与真龙争锋？诸位女帝，你们闹够了没有？如今三大女帝之事都与最初所见不同，现在龙族女帝之事尚未演化，瑶池女帝夫君魂魄也未寻到，不如让昊天镜彻底放完萧凡一生。到那时，他若真该死，谁也拦不住。钱通天，你倒真是萧凡的一条好狗。龙族女帝，你真以为我不敢动手吗？钱通天，从审判开始，你便处处替萧凡开脱，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？自天庭陨落之后，本帝的执念唯夫君一人。萧凡若知夫君魂魄下落，便该还给本帝。本帝倒要看看，严刑逼供下，他还如何继续隐瞒我夫君的下落。不好！昊天镜乃天庭至宝，一旦彻底催发，具有毁天灭地之能。萧凡如今身负重伤，只怕会魂飞魄散。昊天镜在手，天道亦要让路。今日萧凡必死！怎么可能？你们看，昊天镜不受瑶池女帝控制了，他居然在自动演化萧凡的一生。父皇，你醒醒啊！你不要灵儿吗？父皇，你明明答应过灵儿的，你说要看着灵儿成婚，看着灵儿生子，你不能骗灵儿啊！灵儿，萧凡，密室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陛下为何深云？天火为何会暴动？你必须给我们个交代。是我一念之差，是我秉性自私，觊觎天火，妄图偷取，这才导致天火暴动，陛下身死，皇城毁灭。今日桩桩件件皆因我而起。师父，你在骗我对不对？萧凡，你说话啊！你快告诉我你是在骗我！公主殿下，事已至此，皆是我一人之过，萧凡愿以死谢罪。萧凡，我如此待你，你却恩将仇报，你怎么敢？萧凡此子罪大恶极，来人，立刻将他拿下，押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萧凡！难道那条五爪真龙就是龙族女帝？早知今日，本帝当年便不该救他。我最该救的也应该是哥哥。哥哥授业之恩，萧凡怎么能和他相比？龙族女帝，曾经我也以为萧凡恶贯满盈，罪该万死。可事实却并非如此。我相信此事定有隐情。我也信师父，他绝不会无故作恶。我太阴女帝在此，愿以性命为担保。萧凡若真是罪人，我太阴神魂俱灭，不入天地轮回，永世不得超生。荒唐！三位女帝，莫要再冥顽不灵！萧凡对你们有恩，便能抹去他对天下苍生之罪吗？是啊，若被萧凡斩断仙路，我等又怎会困死在下界，终生不得飞升？不错，三大女帝之事有所隐情，可萧凡致使仙路断绝，仙凡永隔，此罪总不能也是误会吧？萧凡之罪，罄竹难书。三位女帝岂能因私情罔顾天下公义？恳请瑶池女帝、龙族女帝诛杀此魔！
还天下一个公道。恳请女帝助我。萧凡，听见了吗？这就是天下人对你的态度。不行，萧凡不能死。当年龙族秘境陨灭，万龙葬身化龙池，真相尚未查清，我龙族要亲眼看到萧凡当年联合妖族，究竟对我族做了什么丧心病狂之事。这是因为强行化龙，导致血脉之力失控，理智被兽性压住了吗？姑娘，你先试试看，吃点东西吧。兽性淹倒理智，寻常食物已经无用，他现在想吃的只有新鲜血肉。可若真为血肉，恐怕只会助长他的兽性，长此以往，会沦落成真正的野兽。看来只能这样了。我曾被太阴神力治愈，血中尚有一缕太阴之力，应该可以暂时安抚他的血脉暴动。我受你救命之恩，今日就当报答你了。萧凡，你曾经也这样待我好过吗？龙族女帝，你有什么好说的？你救了师父不假，但师父同样也救了你。你看到了吧？师父从来都是这样，宁可伤害自己，也不愿委屈别人。他体内那点太阴生机，原本就是我犯下的罪孽。师父，你究竟还要受多少委屈？够了！你们又知道什么真相？不过看见几幅画面，便急着替萧凡论功。什么女帝，不过萧凡的忠犬。殊不知，当年我龙族秘境因他消失，化龙池崩塌，万龙断了繁衍之地。此等滔天大罪，岂是区区几滴血便能抵消？龙族秘境若真因萧凡而毁，那罪过确实太大了。可是，你们看昊天境，所谓的龙族秘境，该不会是这位龙族之人亲自带萧凡过去的吧？笑笑，你居然在这里！你是什么人？小友莫慌，我名龙啸，乃龙族长老。你怀中的笑笑，乃是我胞弟的亲生女儿，也就是我的亲侄女。当年我胞弟与弟妹遭妖族残害，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流落在外，龙族寻了他整整16年，没想到今日竟真让我找到了。小友，你救下了笑笑，便是我龙族恩人。这位长老，你要知道，空口无凭。你若真是他血亲，我要验明血脉。应当的，应当的。小友谨慎，是为了笑笑好。笑笑，别怕，把手给我。他不会伤害我吗？别怕，有我在。真的是笑笑，弟弟，我终于找到你的孩子了。笑笑，你跟大伯回龙族秘境吧，那里有化龙池，可以帮助你觉醒血脉，重归龙族。龙长老，笑笑还没有答应你。可他是我龙族血脉，只有回到秘境，才能真正觉醒血脉的力量。笑笑也是我的恩人，我只愿他一生平安喜乐。若是笑笑愿意，我便送他回去；若他不愿，谁也不能强迫他。师父，萧凡，你当年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你当初那么护我，可你后来为什么要将我抛弃在化龙池？师父对你好，难道你现在才知道吗？要我说，你才是狼心狗肺的那个人。女帝陛下，莫要被萧凡骗了。此人最擅长的便是先施予小恩，再狠狠背叛。不错，嘴上说的再好听又如何？他终究还是违背了诺言，亲手将我抛弃。陛下，你要坚持本心，千万不要被奸人所惑。萧凡，你放心，本帝今日一定会亲手杀了你。小友既然不愿强求笑笑，龙某自然也不会强求，只是不知龙某可否邀请小友与笑笑一同前往龙族秘境做客。
师父，笑笑如今害怕生人，若是能够回到同族身边，或许能是有所改善的机会。那便叨扰龙啸兄。小友，请。师父，是你陪笑笑去吗？你都认我做师傅了，师傅才不舍得把你留下。笑笑，这里便是你的家。多少年了，我多少年没有再见过故乡了，都是因为萧凡，都是因为他。我族秘境崩塌，族人无家可归，此仇不共戴天。我龙族子孙世世代代铭记于心，诛杀萧凡，复兴龙族。龙广，你们信誓旦旦说是师父毁了秘境，可是龙族女帝可从未说过这话。龙广，若师父真有罪，我北冥将这一条命赔给你。但是现在事情真相未明，你没资格说话。师父，笑笑害怕，你别走，好不好？笑笑乖，师傅就在外面，师傅守着你，好不好啊？师父，不要离开笑笑。贵客一路劳累，奴婢奉长老之职送些安神茶来，还请贵客歇息片刻。龙族的安神茶，何时也带了妖气？萧公子果然不是寻常人，只是不知小女子是否能请萧公子借一步说话。你究竟是谁？还是瞒不过萧公子呢。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在下妖族圣女公孙雅柔。哦，什么时候妖族圣女也敢潜入龙族秘境？公子别这么警惕嘛，我若想害那小姑娘，方才在屋里便动手了，何必等你发现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世人都说龙笑笑的父亲觉醒真龙血脉，精彩绝艳，可惜被妖族围杀，惨死荒野。听听，妖族罪大恶极，龙族何其无辜？这桩陈年往事皆因妖族所起，可事情当真如此吗？你的意思是，这里面另有隐情？萧公子聪慧，奴婢佩服。事实上，龙笑笑的父亲根本不是死在妖族手里，他是被龙族长老亲手逼死的。不可能！陛下父亲乃真龙血脉，我龙族又怎可能害他？妖族之人最善蛊惑人心，他休想用三言两语乱我龙族女帝道心。真是一群愚蠢的小泥鳅。北冥女帝，你莫要欺龙太甚！待萧凡记忆尽数曝光，真相大白，一切谣言都将不攻自破。萧凡哥哥，你真以为龙族寻回笑笑是为了亲情？龙族想借真龙精血激活化龙池，使万龙返祖，届时龙族便能成为真正主宰天地的种族。若这位妖族圣女所言为真，笑笑回到龙族，无异于羊入虎口。圣女阁下，你潜伏龙族秘境多年，可知化龙池所在之地？萧公子，若是奴家没有猜错，我们现在就在化龙池中。萧公子，你可曾想过，龙族为何要在秘境中圈养如此多人族？莫非这些人族都是化龙池的养料？嘘，萧公子，看破不说破。圈养人族为养料，龙族此举这与邪魔何异？龙族若真做过此事，活该秘境被毁。他们有什么资格指责萧凡？妖族之言，岂能轻易相信？女帝大人，你快说句话呀！哼。龙广，我和你龙族血海深仇，从前没有关系，今后更没有关系。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！除非亲眼见证，我绝不相信妖女的片面之词。萧公子，你想要保护那个小丫头，而我需要完成妖族的使命，不如我们各取所需。比如呢？
我需要你去妖族报信，而那时我会打开秘境入口，引妖族大军杀入，与龙族正面开战。那秘境里的人族呢？都这时候了，萧公子还惦记那些凡人？你这人啊，真是傻得可爱。我身为人族，自然要维护同胞。萧公子既然如此，奴婢答应你就是了。只是这件事还需要一个诱饵。谁？龙笑笑。不可能，我不会拿笑笑冒险。萧公子别急着拒绝嘛，难道萧公子想要看着龙笑笑被献祭吗？萧公子放心，奴家保证他不会死。再不济，不是还有萧公子在吗？我答应你。萧凡，在你眼中，我龙笑笑只是诱饵，只是随时可以舍弃的棋子。笑笑，是我对不起你。闭嘴！萧凡，你怎么还不去死？住手！你难道没听见师父是为了你才如此吗？太阴女帝，你信不信本帝连你一起杀？师父若真不在乎，就不会为了你和妖族合谋。我相信，如果师父真正为你做了什么，你一定会后悔一辈子。也罢，他如今不过是废人，终究要死，杀他不急于一时。本帝倒要看看，他还能编出什么苦衷。萧凡兄，族长与诸位族老已经亲自在化龙池等候，还请你们随我去祭坛一趟。走吧。师父，笑笑怕。笑笑不怕，有师父在。萧老弟，此处名为化龙池，乃我龙族至宝。笑笑身负真龙血脉，若入池觉醒，必成我族中流砥柱。还请萧凡兄让笑笑入化龙池内。计划已定，为今之计，只能相信公孙雅柔。师父，笑笑一定要去吗？去吧，你放心，有师父在。我龙族谋划多年，终于等到今日。师父，笑笑好疼！那个妖女所说的，竟然是真的。萧凡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好抵赖？住手！萧凡，你可知当年化龙池失心之后，我至今难忘。今日你必死无疑。是我龙族对不起女帝，我从来不知道当年的真相居然是这样。可这一次，萧凡确实拿龙族女帝作为诱饵，他今日找萧凡寻仇，并无不妥。待昊天境彻底结束，本帝会亲自送他归西。师父，笑笑好疼。笑笑不怕，师父来救你。萧凡，今日之事事关我龙族千年大计，你还是莫要多管闲事，滚开！族长，化龙池开始激活了！哈哈哈！天佑我龙族！不对，化龙池只是抽龙笑笑精血，可是如今为何连我龙族也在被炼化？笑笑，对不起，都是师父的错。笑笑，是师父错了，
师父不该信的，不该让你进入化龙池。小凡，别白费力气了。我龙族开启化龙池，不只是龙啸啸精血会被抽取，就连秘境中的所有龙族都会被献祭。小凡，莫要冥顽不灵。日后龙啸啸被抽干精血，我等借此飞升，已成定局。为了我等飞升，区一个龙啸啸算什么？就算是龙族秘境所有人陪葬，在所不惜。笑笑，别怕，师父还在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区仙台境，怎么能硬抗我等龙族威压？笑笑，不，师父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再往前了！不好，他真龙血脉暴走，秘法要失效了！快，你一起出手，镇压他！用我的血喂他，我的血中有太阴神力，能镇压他兽性。笑笑乖，等师父带你回家，好不好？小凡，笑笑，师父以后再也保护不了你了。龙有逆鳞，触之必死。可龙族女帝竟为萧凡逆鳞尽碎。是我咬断了师父的腿，是我害了师父，就是这张嘴咬断了师父的腿。龙族女帝，你疯了！就是这身龙骨伤过师父。龙族女帝，这是在自虐赎罪！他再这样撞下去，怕是龙魂都会裂开呀！你现在这样折磨自己，师父当初就能少疼一点吗？让开！如果说我不呢？龙族女帝，你也不想让师父看见你这副模样吧？师父，对不起，是笑笑辜负了你的心意，笑笑才是罪该万死的那个人。师父，笑笑不乖，做错了事，笑笑现在把逆鳞挖出来献给你，好不好？龙笑笑，不可！若你强行挖出逆鳞，从此7寸就是你的致命弱点，任何人都能伤你性命。我欠师父的命，早就还不清了。这样做，又哪里能还清呢？一个两个，都是等到刀落在自己身上，才知道当年他疼成什么样。等等，你们看，昊天境中的，莫非是仙界？我这是来到了哪儿？此地跳脱于三界之外，乃是仙界所在之地。而你如今肉身已灭，神魂来到了这里。前辈，你可否告知我，一介残魂又如何来到仙界？黑暗入侵，仙王跌血，仙界就快撑不住了。而这也是你出现在此的原因。前辈，究竟什么才是黑暗？黑暗来自于祭道之上，不可名状存在，能化生灵为奴，令万界沉沦。如今仙界即将沦陷，若是连接下界的仙界不斩断，要不了多久，下界的亿万生灵皆会成为他们的食粮。前辈的意思是，吾等了万，终于等到了正确的人，而这个人就是你，萧凡。吾需要你重返下界，借吾之力斩断仙路。只是如此一来，下界修士再无飞升之机，你将会成为背负千古骂名的罪人。前辈，若我不那么做，会如何？下界倾覆，无人幸免。既如此，我别无选择。此去之后，
你将背对众生，独断万物。身后是万千生灵，身前是无边黑暗。你想好了？前辈，你不知道，我这一生欠了很多人。如果说能够让他们活下去，就算继续恨我也无怨无悔。怎么可能？昊天境真正择主之人，竟是萧凡！难道从一开始，昊天境就不是在审判萧凡，而是在替他昭雪？不可能！仙界乃飞升圣地，怎会被黑暗本源污染？这绝不可能！若昊天境所显为真，那萧凡后来斩断仙路，根本不是断天下修士长生路，而是拦住黑暗入侵下界。师父，天下人误会你至此，你却从未替自己辩解过一句。他背对众生，独自斩断仙路时，天下所有人却都恨不得对他极尽羞辱之词。看清楚了吗？你们口口声声天下公义，口口声声要诛杀此魔，可若非萧凡，只怕下界已沦为黑暗肆虐之地。哼，就算他斩断仙路是为了救下界，可他后来屠戮我青离书院数千修士，此事又作何解释？是啊，萧凡斩断仙路或许有苦衷，可是他屠杀无辜修士，总不能也是因为想要救世吧？诸位，我觉得咱们应该继续看下去。之前四大女帝哪一次不是看着罪证确凿？可结果呢？萧凡每一次都藏着难言之隐。至少这一次，我愿等真相放完。不可能！你杀了本地夫君，窃夺天庭，害得本地苦寻夫君万年，这样的人，凭什么被昊天境择主？瑶池，还不住手！昊天境还未放完，真相还未出现。你若再执迷不悟，对萧凡出手，别怪我们以多欺少。凭你们也敢威胁本地？就算萧凡真的功德无量又如何？就算他是全天下的救世主又如何？萧凡杀害了我夫君，囚禁了他的魂魄，害本地苦寻他万年，只凭这一条，他便该死。可萧凡为救下界，背负万世骂名，连仙路都敢斩，这样的人，当真会无故害人？说不定瑶池女帝的夫君被杀，是因为他本就是个罪恶滔天的败类。都给我闭嘴！若非如此，萧凡为何杀他？前面几次不都是我们误会了萧凡吗？谁都可以污蔑，唯独不能污蔑我夫君！我的夫君是世上最好的人，谁再敢多说一句，本地便让他神魂俱灭！瑶池，你清醒一点！你若再伤一人，休怪本地不留情面！都闭嘴！你们谁也不懂！希儿，住手！萧凡，你给我闭嘴！你杀害我夫君，害死我父皇，如今落到这般下场，都是你罪有应得，你活该！夫君，你心里除了你夫君，还有没有半点是非黑白？若师父真害了你夫君，真害了天下苍生，那他怎会被昊天境择主？天府，你们别得意，我夫君死了，可你们的萧凡也活不了多久。他的神魂早已融入诛仙阵，阵眼不灭，他受万劫折磨，阵眼若破，他便神魂俱灭。我不信，我们一起出手，总能破了这诛仙阵。
那你们大可以继续看下去，看看他萧凡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把自己送上死路的。前辈，在下还有最后一货，不知前辈为什么会选中我？你身负大启，却性情无私至极。那些本该平凡一生的人，因你改命，因你登临地境。你善良却不软弱，无私却不邀功。救世之责，若落在贪生者手中，众生皆亡；若落在求名者手中，万界皆乱。所以，这个人只能是你。前辈，我需要付出什么？你要做的就是与吾神魂相融，待你斩断仙域与下界之路，吾会护住下界万灵，但代价是你的神魂将被吾一点点吞噬。萧凡，你可愿？若能护他们活着，护下界安宁，我愿意。萧凡，你个大混蛋，你凭什么替所有人去死？师父，你死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不信，一定还会有办法。我误会了师父数千年，我恨他，伤他，还要杀他。若师父不能活下来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够了！你们以为萧凡想看你们一个个以死谢罪吗？他牺牲自己，就是希望你们这群白眼狼活下去。什么破镜子，把萧凡还给我！痛苦吗？你们痛苦就对了。这数千年来，我与夫君生死相隔，日日夜夜苦等他的魂魄归来。你们又怎知我怎么熬过来的？这千年来，我比你们痛千倍、万倍。事已至此，哭也好，恨也罢，都救不了他。现在只能继续看下去，看萧凡为了我们还做过什么牺牲。我这是在哪儿？你醒了。父亲，父亲，女儿，好想你。萧凡，你的重任昊天镜已经传讯于我，从今日起，本帝会全力助你完成斩断仙路之责。黑暗入侵虽暂未临世，可裂缝已开。若想延缓黑暗侵蚀下界，必须反哺天地，补全下界残缺法则。陛下想要如何反哺天地？本帝已清查下界，这些人作恶多端，无成炼魂，吞噬凡人，窃取气运。既然他们夺了众生命数，如今也该还给众生。陛下的意思我明白了，您是让我杀了这些恶人，去做到反哺天地。难道后来被萧凡杀的那些人都在这份名单上？既然如此，青鹿书院被屠之事恐怕也没那么简单。不，这不可能！诸位，现在还不明白吗？萧凡从未滥杀无辜，他杀的都是该死之人，更是为了给下界争一线生机。不对，若真如此，那萧凡后来为何还要杀天帝？陛下，倘若清算完这些罪业，应当足以为下界争取时间。这还远远不够，这些人最多只能争5000年，可想要昊天镜彻底复苏，至少还需3000年。昊天君啊！什么？天帝居然是自杀的！天帝前辈，您这是何意？守护诸天万界，本就是天庭职责。
下界若亡，万灵皆灭；若黑暗侵入，则诸天沉沦。本帝身为天庭之主，自当责无旁贷。可您若身陨，那天庭怎么办？天庭可以没有天地，但众生不能没有明日。既然要有牺牲，本帝自然该首当其冲。但杀人这件事，只能由你来做。原来天帝不是被萧凡谋害，是为了守护下界，自愿赴死。一个斩断仙路，一个献祭自身，我们这些年究竟都骂了萧凡什么？若今日之后还有人活着，便该为萧凡与天地立碑，让后世之人都记住他们替众生做过什么。可是父亲，你死之前，到底把我夫君的养魂瓶藏哪儿去了？你忍心让女儿和夫君分离吗？萧凡，你能答应本帝一件事吗？天帝前辈请讲，若晚辈能做到，定不推辞。本帝想请你替我照顾一个人。谁？瑶溪。敢问陛下，瑶溪是您的什么人？她是我从战场废墟中捡回来的孩子，她是我的养女。怎么可能？我居然不是父亲的亲生女儿！怪不得当年我与夫君相恋，父亲百般阻挠。原来在他眼中，我终究不是天庭真正的血脉。算了，这天庭之主，不做也罢。只要找到夫君的养魂瓶，我便离开，从此不问世事，不问恩仇。瑶溪那孩子性子倔，他曾与一名凡人相恋，本帝不允许，强行将他们拆散。自那以后，他便恨上了我。我死之后，天庭必乱，他若无人护着，我放心不下。所以，萧凡，本帝想拜托你，请你收他为徒，护他后半生周全。那他的夫君呢？其实你应该知道，他已经死了。陛下说我应该知道，难道是我杀的不成？我杀的这个人是恶人吗？恐怕这世上再没有比他更善良的人了。你们都听见了吗？你们方才说他罪恶滔天，说他该死，说他配不上本帝，如今是父亲亲口说的，他是世上最善良的人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？瑶池女帝，是我等失言了。继续，昊天镜，你快继续放！我的夫君到底在哪儿？这个瓶子里面是……这里面便是他的魂魄。他的魂魄为何会在前辈手中？因为这是他临死前亲手托付给我的。玉瓶，碧绿色的玉瓶。夫君，我找了你数千年，原来你一直在我身边。你快还给我！铁锅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连我夫君的养魂瓶都要抢！你一口一个夫君，本帝倒要看看，能让你心心念念数千年的夫君到底长什么样。趁天火女帝还在看魂魄记忆，不如先看昊天镜。对，瑶池女帝与她夫君之事，恐怕也藏着大秘。瑶溪，可知朕今日召你来是为何事？难道那个呆子被找到了？不可能，除非父皇动用昊天镜，否则没人能找到桃源谷。父皇，我是不会认错的。朕今日来
不是要你认错，朕要你拜他为师。拜什么师？我为什么要拜？我不拜。父皇，我受够了，我不想再什么都听你的安排。就算你的夫君在我手中，你也不拜吗？你别想骗我，我和夫君根本不认识你，你怎么会有我夫君的下落？我知道你们相恋的地方，就在桃源谷，他已经死了，他的魂魄就在我手中。呆子，是我食言了，是我没能保护好你。这一次，我要杀了你！你若不拜我为师，今日我便当你的面捏碎他的魂魄。你想好，拜还是不拜？我姚希今日拜你为师，居然是他！贱人，把我夫君还给我！你自己看吧。真是晦气！定是你这丑八怪给本少爷带来了霉运，害本少爷的马都跑丢了。少爷，这种怪物打死也没人管，那就打到他跪下给本少爷磕头！滚！哪来的美人，竟敢管本少爷的事儿？你知不知道我林家？不好，这女人有古怪，放心，撤红。喂，你没事吧？夫君，我好想你。瑶池女帝可是天庭第一巨色，怎么会看上这样一个丑八怪？单看这模样，瑶池女帝这不是鲜花插在牛粪上？不想死就闭上你们的狗嘴！天火，你何时会替瑶池说话了？北冥，你们继续看下去就会明白了。夫君，仙女姐姐，我们这是在哪？这是河边啊！你被打得半死，我总不能把你丢在街上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太丑了，怕吓到姐姐。原来你这就叫丑啊！可我没看出来你哪里吓人，只是觉得你长得有点特别。我离家这么久，见过很多人，可你是唯一一个让我记住的人。我叫瑶希，你叫什么？我没有名字，他们都叫我丑八怪。我看你呆头呆脑的，以后就叫呆子吧。谢谢仙女姐姐，还真是个呆子。反正你在这里也过得不开心，不如以后跟我走吧。跟你走？对啊，给我牵马，陪我看山看水，总比留在这里挨打强吧？还愣着做什么？呆子，来牵马。呆子，你觉得这只簪子好不好看？不好看。是簪子不好看，还是我戴上不好看？戴这个更好看。这是呆子亲手打磨的。呆子，难得你有这份心思，等我走后，我可得天天带着它。仙女姐姐，你要离开？不然呢？我不可能一直和你待在一起啊。为什么我的手不珍惜，要离开？呆子都是我的错。瑶池，等你继续看完这些，你再后悔也不迟。
走水了！快跑啊！仙女姐姐，姐姐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儿，你赶紧出来啊！真是个呆子，银两没了还能再赚，非得拿命去闯。这是给仙女姐姐的，不能丢掉。你是要气死我吗？仙女姐姐，簪子还在。你可真是个呆子，簪子没了再做就是。难道这东西比你的命重要吗？仙女姐姐，我是个呆子，想不到这么多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真是个呆子，你是不是要气死我？呆子，呆子！我这是在哪儿？你就是拐骗希儿的凡间男子。本帝乃瑶溪之父，天庭之主。现在将你的一切如实告知本帝，若有半点隐瞒，本帝绝不轻饶。希儿的父亲竟是天帝，也罢，也许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这萧凡！萧凡竟然就是我夫君！我不信当年的你真的舍得放下我！连一只烧焦的桃木簪都不肯丢，又怎会舍得丢下我？瑶池女帝这是在剥离天庭气运，一旦失去天庭气运，瑶池女帝这个天庭之主根基便毁了呀！夫君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宁愿不当什么天庭之主。希儿，一切已成定局，终究是我们有缘无分。我这些年究竟做了什么？唉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事已至此，只能静观后续了。你究竟是谁？为何会在下界？又为何接近希儿？晚辈萧凡，身负昊天境，转上下界，只为一事。黑暗入侵，仙域已经沉沦。如果仙路不斩断，恐怕下界亿万生灵皆会被黑暗吞噬。萧凡，你可知兹事体大，仅凭你一己之言，本帝根本无法相信。天帝的顾虑，晚辈明白，只是晚辈神魂已与昊天境绑定，他可以证明。这天庭至宝昊天境怎会在你手中？天帝，黑暗将至，萧凡为天选之人，他需要斩仙路，补天道，断黑暗入侵之路。你为天庭之主，当清查罪业，献祭己身，助下界天道复苏。是，昊天境，倘若如此，萧凡也会神魂聚散。到时候那希儿怎么办？那就让希儿恨我吧，还请天帝带他回天庭，让我收他为徒。告诉他，呆子已死。萧凡，你这样真的值得吗？有些事总要有人做，有些人总要有人护。从今以后，世上再无呆子。师父！不要！我管你是什么天庭师宝，你把夫君还给我，把袋子还给我！瑶池女帝，住手！昊天境还在演化，说不定事情还有后路。以后你就跟着我修行，
别怕，换我哥哥便好。哥哥，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你以后叫我哥哥就好。前辈尊姓大名？为何要把这么珍贵的异火让给我？我见你如故，就像是我的妹妹一样。你是谁？是我师父吗？你滚开！我恨你！我不是你师父，你就当我是你的哥哥吧。北冥、太阴、天火、龙儿，好久不见。哥哥，就是萧凡。